今年河南春晚被突然掐断之前，鱼跃龙门节目悄然出现，仙鹤悲鸣，鱼跃苍穹，少年乘棚而去。短短不到1分钟，却像一封写给亡者的信。有人说，这是在为于朦胧发声，他是否被藏进了逆流而上的鱼儿中？而舞台的主题定格成8个字：长夜中尽，山河月明，呼吁将军们行动起来，还我河山。这不只是文化国风，而是现实隐喻。甚至有人将其与推背图对应起来，长夜就是暗暗阴霾，月明就是紫微星明。一条鱼儿，一位少年，一段舞蹈，8个字，竟让一场晚会戛然而止。这场断播是因为有人没看懂，还是因为有人看得太懂？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 Chris， 在这里祝您马年大吉，马到成功。2026河南春晚直播约1小时后突然中断，抖音、B 站等平台回放消失下架，官方解释只有4个冰冷的字：不可抗力。可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不可抗力往往不是天灾，而是人心。中断之前，一个仅54秒的节目悄然出现，鱼跃龙门。画面开场，2只由烟雾幻化的宏观仙鹤在淡黄水墨中翩然起舞，优雅却颤抖，伴随着撕裂般的哀鸣。字幕浮现，仙鹤悲鸣，那不是祥瑞，那像哭声，像某个少年最后一次试图被听见。画面转入深蓝水底，金鱼游弋，莲叶浮动，一个约10岁的古风少年端坐鱼背之上，短发清秀纯真，与鱼朦胧的神形相似的令人心惊。他抬头望天，鱼群开始逆流而上，冲破水面，穿越黑云，撕裂阴霾，鱼身逐渐变形，鳞片开始发光，最终在星空之中，鱼儿化为蓝色大鹏，少年仍稳坐其背，仰望星辰，去追求新生与自由了。字幕反复出现，鱼跃龙门，鱼赴苍穹，化鱼为鹏，跃向星城。这不是神话，这是困境中的挣扎，这是被压抑的灵魂试图飞升，这是一场迟来得悼念，这是某个名字不能被黑暗吞没。结尾金色大字缓缓浮现，长夜中尽，山河月明。音乐悠远，像送别，也像预言。鱼跃龙门原点出自《新式三秦记》，后被太平广记引用。黄河鲤鱼逆流而上，越过龙门方可化龙。而今鱼儿不再只是鱼，它成为被压抑者的象征。在审查的缝隙中，古老神话成为最安全的语言。网友们瞬间读懂，鱼朦胧这个无限美好又可怜至极的好孩子没有被忘记，河南没有忘记他。感谢和男友新人。开头仙鹤的悲鸣像极了小鱼最后的惨叫，这是用心勇敢发声，把大家的心声都表现出来了。败雾灭，光明显。河南人民为什么没有忘记鱼朦胧？2021年河南暴雨滔天之际，于朦胧默默捐出50万人民币，那不是富裕里的善意，而是贫瘠中的全部。据传捐款之后，他的银行卡里只剩下387元。那一年是他被雪藏的第3年，无戏可拍，无声可言，无处可去。可他仍然选择把最后的光留给别人。于朦胧在最低谷时刻倾囊捐出50万，当被问及自己怎么办时，他只是笑，说这就够了。或许如果这次河南春晚真的是为他发声，那代表一件事：善良没有被遗忘，沉默也不是永远。那一声声仙鹤悲鸣在网络回响，网友纷纷将那哀鸣与鱼朦胧的遭遇重叠，引发鼻酸感慨。人们重新想起他，想起那387元，想起那3年雪藏，想起那个把光留给别人的少年鱼朦胧。杨柳风格暗埋，月下举杯尽沧海，等风来，几许思念怎可奈。这首歌词或许唱出了网友们对于朦胧的追思。河南卫视2026春晚直播的突然中断，迅速成为网络舆论的爆点。这并非单纯的技术事故，而是因为晚会中的某些内容被认为说了不该说的话。整场春晚以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为主轴，汉服、神传文化场景、飞天意象等元素贯穿其中。其中最引发关注的是与腾讯游戏暗区突围、烟云16声联动的舞蹈节目《长夜中尽》。这个节目以国风战术甲胄非遗文化视觉为核心，舞台背景取材自烟云16声中的北宋汴京场景，呈现出一种乱世将起、英雄待命的史诗氛围。舞台台词更耐人寻味，呼吁将军们行动起来，还我河山。
在文化语境中，这本可被理解为传统家国情怀的艺术表达，但在当下现实背景下，部分观众却读出了另一层含义。这不只是历史，而像是影射。随着节目推进和新主题浮现，长夜终尽，山河月明这8个字迅速成为争议焦点。支持者认为它象征黑暗终将过去，光明终将到来，是中华文化中典型的否极泰来叙事。但另一部分网友则将其解读为政治隐喻，长夜被视为黑暗时代，终尽意为结束。结合近期张幼霞事件后的军方整肃与权力震荡，一些人将其联想到军心不稳、政局动荡，甚至被理解为对变局将至的象征性暗示。更敏感的是，节目中还大量使用神传文化意象，飞天、角神、天命叙事、众神归位，而没有出现任何党的领导的相关表述。这种文化取向被部分观察者认为与官方长期主导的无神论叙事审美形成偏离。据传，正是这种价值表达引发了举报与上层关注，也把习近平吓坏了。随后直播中断，官方以不可抗力作出解释，但网络讨论迅速发酵，引发中共在怕什么、怕奴隶觉醒、怕诸神归来等热议。焦点再次回到那8个字：长夜终尽，山河月明。许多评论认为，此舞蹈以火焰燃尽长夜、甲胄护佑山河的视觉叙事，构建了一条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象征路径。而正是这种转变叙事被视为触及现实敏感神经，于是，一场文化表达被读成政治预言，一段舞蹈成为中断导火线。这场中断，有人看懂了，而有人害怕被看懂。长夜终尽，山河月明。有网友在 X 平台将其对应为推背图中的第46象暗暗阴霾和第47象紫微星明。黑暗终将燃尽，月光中会照亮山河，象征黑暗时代终将过去，光明时代即将开启。推背图是唐代李淳风和袁天罡所写的预言书。第46象谶曰：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嗣，一人难逃。宋曰：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46象预言所描绘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战乱，而更像是一种无形的清算，不是刀兵见血，而是暗流涌动中的权力更替，不是万人俱亡，而是精准指向。如果对照长夜终尽的舞台叙事，甲胄出现，将军被召唤，河山被呼吁守护，其意象与预言中的军人伏剑入宫的权力场景形成隐约重叠，不是明面上的征战，而是体制内部的移动，不是外敌压境，而是门内之变。暗暗阴霾终将散去，长夜时的压抑时代也终于走到尽头。终尽就意味着这种阴霾终将走向燃尽。当长夜燃尽，月明，或许正是下一阶段秩序重塑的开端。如果说46象对应的是长夜，那么47象更像是月明。第47象谶曰：言午修文，紫微星明，匹夫有责，一言为君。宋曰：吴王吴地定乾坤，来自田间第一人。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初见英明。这里不再是阴霾与暗流，而是秩序重建的图景。言武止戈息兵，修文重启文明，象征的不再是清算，而是开创；不再是斗争，而是重整。而紫微星明在传统语境中，往往指向新的天命秩序开始显现，不是来自刀兵，而来自智慧，来自田间第一人，象征秩序的重塑者，不是依靠血统，而是来自民间；不是靠武力，而是以理念。其核心是以文定势，振兴文教，而非以武夺权。如果与山河月明对照，月明意味着光源不再朦胧，山河象征秩序重新被照亮。吴王吴地定乾坤，呼应的正是一种去强权化的稳定；匹夫有责，则指向民间力量的觉醒。这样的图景恰与河南春晚主题形成对应。长夜终尽之后，山河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月明，从阴霾走向清朗，不靠刀兵，而靠秩序的再生，并由此引发对政权更迭以及未来走向的各种想象与猜测。当长夜将近，山河月明仍在网络上回荡时，另一段来自除夕夜的声音也悄然引发共鸣。今年除夕夜，网上热传一首新年晚会歌曲《踏马迎春》。表面看，它是一首应景的节庆歌曲，辞旧迎新，万象更新。但细听之下，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出来。原来歌词中反复出现“踏马”二字，网友认为说它是骂人吧，它是马年祝福；
说它是祝福吧，国粹骂人的标准词汇，每句都有。于是，一种介于戏谑与宣泄之间的语感诞生了，凸显大陆民怨沸腾。这种模糊地带恰恰成为最真实的表达。踏马迎春因此不只是一首歌，更像是一种集体情绪的折射。它既能被理解为新春祝愿，也能被听作压抑之下的低声回响。长夜尚未完全散去，但情绪已经开始浮出水面。网传片段显示，演唱歌曲的演员多是年轻人，他们身穿大红衣服，充满过年的喜气。但一句句我踏马给你加油，祝你踏马没忧愁，踏马送祝福，祝你踏马迎春等等，还真有点分不清是在骂人还是在祝福了。还有大陆网友创作的新年祝福卡片，影射中共指鹿为马。现在是民怨沸腾，中共恐惧，新年晚会一有涉嫌影射现实的，立即遭全网封删，真是草木皆兵。除了河南春晚被紧急断播，网络红人 Papi 酱吐槽春晚影片遭全网封锁。2月2号 ，Papi 酱发了一条模拟春晚导演组的短视频，本来只是想调侃一下春晚节目的创作和审核乱象，没想到火得飞快，下架得更快。最戏剧的是，影片里导演 Papi 酱那句太好笑了，毙掉，居然和自己的下场完美呼应。网友们直接笑疯，调侃这简直是寓言式艺术，堪称年度最讽刺的死循环名场面。太好笑了，毙掉，至此已成艺术。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